懂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对，对你来说，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现在走在这条路上，和你聊天。我觉得还有就是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。觉得时间没有浪费。对，简单的幸福就是晒太阳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苏州，我的老家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哦，今天非常好，我觉得心情非常舒畅，因为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它会改变我的生活。但至于是什么决定，我暂时不说。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，有点冷，但是不是很冷。不是很冷，中午的时候，不需要穿外套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个社区是什么？这个社区，这是苏州老的市中心的居民区，像这样比较窄的巷子很常见，然后屋子都比较矮，所以车通过的时候，一般你都需要到一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周围很有生活气息，大家都把衣服晾在外面。对，我们走一走，路上这个方式是危险吗？有一点吧。对，你看这么快的车子，对，还有小狗狗，Hello，不理我们。今天我们见到的动物都对我们没兴趣。懂。嗯，你空闲的时候喜欢做什么？空闲的时候，对，我很久没有空闲的没时有而已，候，最近没有空闲了。最近没有空闲。如果但是如果你空闲，你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运动，然后我喜欢去找朋友聊天，我喜欢去想很多新的主意、新的想法，去想怎么创作，还有就是在城市里走一走，找那些没有人发现的角落。今天我们出国吃饭，在一个很好吃的餐厅。你什么样的食物会让你很开心？我觉得要看是什么季节。如果是冬天，我喜欢一碗热热的有汤的东西。所以在英国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吃越南的 pho。如果是夏天，我喜欢那种凉皮、凉粉，凉凉的。你理想的天是什么样的？理想的一天，理想的一天。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，首先我觉得我睡得很满足，然后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不是很想赖床，觉得精神很好。
我们先过马路。没有交通灯，然后可以做一顿比较健康的早餐。对，然后在阳光很好的时候出去晒一会儿太阳，然后回来工作，有一个高效的早上的2个小时。但是现在我最高效的时候都是在晚上12点。那一个摄影的问题，摄影的，对，什么样的人会给你灵感？很好的问题。我觉得我最近经常遇到给我灵感的人，但是他们都是很不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我们能聊得来，就是我能听懂他在说什么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目标很明确，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我觉得会给我灵感。还有那种会发现一些生活中很不一样的东西的人，会给我灵感。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吧，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气场投合，聊得来。我们要聊得来，我才能从那边获得灵感。比如你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苏州的古城墙这里。苏州有很多古城墙，就是古代那些国家造的保护自己国家的城墙，然后这是一个古城墙。但是好像不能上去。这个门锁了。我有另外的问题。你相信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吗？我相信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有2种，一种是你做一件事，然后你创造原因去让其他的事发生。还有的就是有些事发生了，你不知道它为什么。这种情况我就会相信是老天给我这个原因。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可能还不知道，但是我以后会知道。所以我相信一切，所有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。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平静？什么事能让我感到平静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我对我在做什么感到自信，感到舒服，就是我相信我做的事是对的，是好的，我能舒服的和自己相处，这是最能让我感到平静。还有就是和我喜欢的人待在一起，我不用担心没话说或者说错什么话，这也会让我感到很平静。那你难过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做？我觉得我还是会喜欢去找人说我的问题。我会先去跟我最相信的人说一说，然后可能我才会自己待着去消化这样的情绪，或者我会去做一些让我感到有信心，让我感到有希望的事情，就是让我能很快看到效果的事情，或者哪怕只是简单的运动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会先去找我最相信的人说一说让我感到难过的事，因为有时候自己待在那个情况里面，你很难看到这是为什么。你收到过最好的建议是什么？
我收到过不能是最好，随好的，可以是一个建议。哦，就是几天前你给我的建议，你跟我说，我就应该相信我做的东西。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益的，就应该去做，不用担心没有人懂或者没有人能欣赏。这是我最近收到的最好的建议。很大型的一个灯彩，哦，然后马年的，有一座寺塔，还有一匹马，几座山。那他们该做什么？他们我觉得是广场舞，但是不是很典型的，他们融合了可能是街舞的元素吧。懂的巧，是不是重要？它挺重要的，它叫护城河，就是保护这座城的河。那它会用来阻隔敌军啊，还有别的国家的侵犯，和城墙一起。在古代的时候，那它现在就是一条很适合市民活动的，在河边散步的地方。我可以讲述问题吗？可以讲述问题吗？继续问问题。好的。好的。你是很容易交到新的朋友吗？我觉得我很容易交到新的朋友。对，因为我对新的人都充满兴趣，我会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，我很喜欢去提问。但我发现有时候主动去接近新的人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，但是如果对话一旦开始，我就很容易交到新的朋友。讲我一个故事，你和一个朋友好的难忘的冒险是什么？我们有过的冒险，对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少冒险的人，更别提跟朋友一起。但是如果你要说有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和2个朋友，我们在英国毕业以后，就是环游整个英国玩了一次。我们去了英国的很多不同的城市，然后因为当时是冬令时，所以每天3点就黑，然后我们要很好的安排自己的行程。我们还去了苏格兰高地，还有那时候有很糟糕的天气，但是我们还是很享受我们的旅程。对，你和朋友吵架后和好过吗？我没有和朋友吵过架。哇，我一般不和人吵架。但是什么事情会让你结束一段友谊？我觉得我很少去主动结束一段友谊，它一般都是慢慢的淡掉。如果真要有，我觉得可能是当我发现一个朋友就是不看好我做的事情，不相信我，让我对自己产生怀疑，那我可能会慢慢远离这个朋友，然后我们的友谊就会结束。我最近真的想学这种东西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8段锦。
我觉得现在是一天中间最美好的时刻，差不多4点多左右，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，然后日光刚刚好，不太强烈，也不会太弱，然后照在身上很暖和。我有最后2个问题。那你最喜欢自己文化的那个方面？自己文化，如果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可以学习的，尤其是那些可以让你慢下来的部分。而且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在现在变得越来越有用，或者说越来越能让你得到启发，得到滋养。其实古人的生活，他们没有科技，没有现在我们有的这么多工具，但是我觉得人的心灵还是有不变的地方。你会怀疑自己的存在，怀疑自己为什么做某件事，去想自己怎么和人交往。我觉得从古代的书籍中间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句子或者答案去让你思考你现在面对的情况和问题。你有没有你怀念的童年爱好？童年爱好，我觉得我童年可能试过很多事情，但是有很多我都记不清了。但是当时我是有每天都会在练书法，我当时又练钢琴又练书法，但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钢琴，但是书法我是非常喜欢，因为我可以去感受那种笔的，你可以去感受你手怎么动笔，然后它呈现在纸上那些字的样子，而且在那个过程中间，我可以看到不同书法家他们自己的风格。而且当时我学书法，我也是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学的，所以我们会互相看彼此写的字，然后互相听老师说，你的字这边写的不错，那边还要提高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，而且我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很旧很破的楼里上课，然后它的墙皮都已经剥落了，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在里面上课会有蚊子来干扰你，然后你可以听到外面的虫鸣声。我觉得那是很让人怀念的一段时光，我会把它叫做爱好吧。虽然是和大家一起上课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爱好，而且现在我还经常会写书法，尤其是给别人礼物的时候，我会写字来送给别人，我觉得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。而且它也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的审美，让我在写硬笔字的时候也可以写比较漂亮的字。那现在我要感谢你让我帮助你录这个视频，谢谢你的。你不想打个招呼吗？天哪！那 Victor 是我的老朋友了，他之前已经在我的视频出现过，然后他这次是第2次来中国，然后他自告奋勇帮我录视频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新的体验，就是他解放了我，因为我不用再去想我应该说什么，我可以放松，只要等着他问我问题，然后我们一起展示一下周围的城市环境就可以了。所以非常感谢 Victor。拜拜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